诸位，可还有其他什么事？启禀殿下，为图健康之安，武库奉旨打造精兵健卒4万件。前日廷尉接到密报，称武库令谎报军需数量，下官担心有人中饱私囊。哦，竟有这样的事。接着往下说。昨夜武库交割军需兵船，下官前去调查，发现多出2艘军备，况且登记在册的舰卒也多出2万件。武库令裴如海贪赃枉法，已经供认不讳。既然都招了，就按廷尉的意思办吧，不用在意了。殿下，据裴如海的供词，贪赃枉法并非他一人所为，况且牵扯之人位高权重，还需殿下做主。还有什么人呢？陆护军。殿下，下官有话说。昨夜下官去清查军需，的确如廷尉所说，裴如海借军需之名行贪墨之时，下官身为武兵尚书，竟不曾有察，以致裴如海中饱私囊。下官的确有失察之罪呀。陆护军啊，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啊！这背后贪墨之人到底是谁？我可是有裴如海亲手画押的证词。廷尉一向雷霆手段，还不是你想让他招什么，他就招什么了。陆护军，可要慎言啊！殿下，下官清清白白，可与裴如海当场对质。那就把裴如海带上来吧。带裴如海。裴如海，裴如海，裴如海。廷尉，你还敢说不是屈打成招吗？陆远，明明是你！殿下，陆护军和廷尉各执一词。那裴如海现在已然无法作证，是否先将其看护医治，再做询问？这军械乃大宋重器，武库上下勾结，贪赃枉法，中饱私囊，视同谋逆。陆护军，你监察不力，理应同罪吧？殿下，本王认为，上至武兵尚书陆远，下至武库各级官员，都应追责罢黜，请殿下从严处理，以儆效尤。殿下，下官虽有失察之罪，但仅凭一人贪赃，就罢黜整个武兵官员，下官不服啊！若凭裴如海这个口不能言、手不能写之人，就能判定众臣谋逆大罪，岂不让众臣心寒？请殿下明鉴。请殿下明鉴。裴如海以权谋私，私伪账，贪贿军需，诛其3族，抄其家产，以正天下之功，以平群臣之愤。拉下去吧。是。陆护军身兼武兵，又掌管外军，军务繁重，偶有疏漏，
也情有可原。罢黜整个武兵，有点太过分了吧？不如想一想，怎么帮陆护军减轻点负担。殿下，报！启禀殿下，绥远军副将李承勋在殿外求见。快传。是。末将李承勋参见殿下，禀殿下，安北将军沈廷章率绥远20万大军，横扫魏军，复夺平岗、汴口、护亭3镇，特令末将800里加急送来捷报。将军也已启程，不日便可回到健康。快起来吧。靖灵王，在。沈将军的封赏典仪就交给你办了。哎，对了，陆护军是因为身兼数职才出了纰漏。既然沈将军即将凯旋，那往后这武库的差事就交给沈将军了。哎，殿下，今日就到这里了。是不是陆护军下的手啊？这还用问？但今日之事，沈将军怎么就突然得胜还朝了呢？这也许呢，就是天意。反正今天大快人心，失了武兵尚书，看着还能得一道启示。走，回酒圈庆祝一下。靖灵王，陆护军。今日彭城王和廷尉联手唱了一出好戏，靖灵王以为是谁点了这出戏呀？廷尉呢，职责所在。彭城王依礼而断，无可厚非。本王乐见其成。靖灵王以为自己是大义灭亲的实阙，焉知在彭城王眼中，殿下不是那狼子野心的公子周瑜。实阙大义灭亲，杀了亲儿子石厚，到头来他得到了什么好处？不过是空得虚名而已。靖灵王，你可别选错了路。陆护军，你就别为我担心了吧，多关心关心你自己。这次也该好好吃个教训了吧，收敛着点。我怕再有下次，你难逃。下官只是好意提醒，殿下日后就会明白，何人才值得信任。哎，不必。夫人，喝点粥吧。听晴儿说，她见过你身上的伤疤。这些年，在外面让你受苦了。这倒也没什么。来，佳儿，昨天听说你离府，娘的确有些着急了，是娘没稳住。现在你回来了，娘也知道你有你的秘密，娘不着急。等哪天你想说，随时说给娘听，好吗？好。昨天你大哥和青儿说了一些重话，那都是因为你刚回来，他们并没有别的恶意，你不要介意。
夫人放心，我不会放在心上的。娘，青儿给您送药来了。娘今日好点没？这爹爹也快回府了，娘，你一定要赶快好起来啊！啊，你们的爹爹就快回府了，佳儿，你得装扮装扮。哦，对了，青儿，娘给你买的胭脂水粉，拿给姐姐用用啊。夫人不用了，我不习惯用那些。姐姐，你就别推脱了，姐姐天生丽质的，装扮装扮一定惊为天人。姐姐明日来我房间，妹妹定给你好好装扮。儿子，这两船军需就算了，可这军需督办那可是个肥差呀。爹啊，咱们陆家还在乎这点钱粮吗？你说的怎么不在乎了？你干的那些事儿，哪一样不需要花钱呢？再说了，那武库要是落在沈廷章手里，那跟我们是半点关系都没有了。你呀，太不小心了。爹啊，你放心。护军，廷尉把狱卒全部更换，沈直也把彭城王府内的所有重军全部都清洗了一遍，我们的人全部被换掉了。看来他是按捺不住了。儿子，你说这沈廷章要回来了，彭城王又是加封又是送贬的，这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啊？还有啊，你有没有发现他最近好像变了，变得阴晴不定了？变？或许他一直没有变。牢里那个怎么样了？半死不活的，一句话都没着。你们所有人啊，除了你，被我用侍女的尸首替了回来，其他的都身首异处，死无葬身之地了。我杀了你！好像还有一个人活着。这个面具的主人，你应该认识吧？还有这把剑弩，速度最快，射程最远。你们之中，只有一个人才能使用此剑弩吧？我说的对吗？姑娘。嘿，姑娘，你要买瓷器不？你看我这瓷器，那都是上等的好货呀，百里挑一。您看这款式，您看这个花色，这个花色，哎呀，那这，你偷东西，还打碎我的瓷器，赔钱，少一个子儿都不行。大爷，饶命啊！大爷，小的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我弄的。前面怎么了？不是我，您就饶过我吧，大爷，真的不是我。不是我的错，是大爷，他，不是我的错，是这个姑娘，这个姑娘没拿住。姑娘，你帮我赔了这些钱，日后小的当牛做马也会报答姑娘的。姑娘，求求你了，你就帮忙吧，姑娘。看来赔了吧，这位姑娘惹是麻烦了。我日后肯定报答你，姑娘。还不一定是谁有麻烦呢。大爷，姑娘，别演了。
你若真是偷东西，就应该往反方向跑，为何冲着我和摊主而来？还有，这盒子里一早就是碎片。你们是看这位姑娘心慈面善，你们一唱一和的，合起伙来骗她吧？又见面了。你认错人了。你们胡说！你们胡说八道！怎么就是耍赖你？刚碎的碎片，断裂口发白，而且时间越长，颜色越深。这些碎片，断裂口的颜色暗沉，一看就是碎了数月。你是卖瓷器的，怎会不知？而且还只字未提。我好心不让你赔钱了，你反过来倒打一耙，诬陷我是吧？你赔钱，要不我抓你去见官！哎，我提醒你，别惹他。你看，我说吧，你们这帮废物，给我打呀！走，打吧！你拉着我干什么呀？我还没有对付完他们呢。我知道姑娘功夫了得，但好虎架不住群狼啊，我怕姑娘吃亏。哼，想起我了吗？我说过了，我不认识你。那日在小舟上，姑娘单枪匹马、行侠仗义的气势，我应该不会看错。看来和姑娘还挺有缘的。谁跟你有缘啊？每次遇到你都没有好事。哎，承认了吧？你每次遇见姑娘，总是打打杀杀的。你再跟着我，连你一块儿打。哎。殿下，沈将军很快就回来了，真是健康之福。现在路远，应该心头难安，这是好事儿。是啊，殿下，难怪殿下有闲情逸致来莫仁轩。其万物兮超自得，委性命兮任去留。积清祥以复惠，何嫌歌之筹谋？公子好。自从与公子偶遇于此，总是见公子愁眉不展。今日心情倒是不同，婉儿从未见公子如此笑我。婉儿姑娘今日的琴声，也与往常有所不同，似乎有一些愉悦之情。婉儿的琴声追随公子的喜怒哀乐，公子欣喜，婉儿的琴声自然愉悦。琴声和雅韵，弦外觅知音。今生能得姑娘这样的红颜知己，三生有幸。婉儿只是喜于在此练琴，能被公子以红颜相称，是婉儿之幸。婉儿姑娘，你太谦逊了。为之比心，方能畅饮。今日我带了一些好酒，不知姑娘可愿一品？谢公子。姑娘请。
听说啊，你昨夜又在宫里市集，皇上怎么样了？昨夜确实有些凶险，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。自高祖驾崩，轩儿又经常不再健康，我便一直住在你的府里，这些年啊，就靠你照应了。当初要是没有母妃舍命救下我和我母亲，我岂能安康至今？母妃就不要跟儿子客气了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来，康儿，趁热把这汤喝了。这只老参啊，我寻了许久，就想着给你补补身子呢。多谢母妃。我听说，今日陆远又被弹劾了，殿下还把武库交给了沈家，是不是因为我寿宴的事，让你对陆远产生了嫌隙？母妃多心了，那沈家怎么能跟陆家相提并论呢？陆远是母妃的表亲，自然也就是我的表亲。只不过这次，他确实有失察之罪，当着众臣的面，我不多些责罚，恐怕难服于众心。母妃放心，我心里清楚，这满朝文武啊，最忠心的，就属陆远了。待会儿要弹那个鹤唳九霄，谱子你可记清楚了。那曲子是青儿帮你选的，呵，她神神秘秘的，还不让我听呢。我情意不佳，怕是要让大家见笑了。放心吧，不过是凑个热闹。再说，青儿最了解你爹爹，他选的曲子肯定是没错的啊。怎么还在这儿呢？啊，青儿，娘，姐姐的事儿就交给我打理吧。我保准一会儿在筵席上给您和爹爹一个惊喜。爹爹的车马都快到了。啊，佳儿，那娘先出去了。娘，你就放心吧。啊。爹爹知道找到姐姐了，心里一定也盼着呢。来，妹妹帮姐姐装扮。夫人，夫人，将军回来了，将军回来了！哈哈哈。臭小子，练得不错，没给爹丢脸。那当然了，爹，您下次打仗我也要去。风儿，别胡闹了，天下太平，还打什么仗啊？将军，恭贺将军奏凯而归。爹，佳儿呢？你在信上面说找到佳儿了，是真的吗？是的，是我们的佳儿。
爹爹，爹爹，您终于回来了。真的很像。佳儿，这是你爹，快叫爹爹。将军，来，佳儿刚刚回来，还不习惯，不过她心里一直想着你的，还特意为你准备了一首曲子，一会儿献给你，贺你凯旋。佳儿，不急，我们慢慢来，啊。靖灵王到！拜见靖灵王。将军，本王今日奉皇命送来匾额，以贺凯旋。这是皇上御口，彭城王亲书。谢皇上隆恩。将军免礼。靖灵王，请到内堂休息。真的是你啊！我刚刚还不敢相信呢。世人皆知，靖灵王与陆远有血亲，可是那日，你为何要救我？这世人只知其一，却不知其二啊。没错，本王的外祖母虽出自陆氏，但我身为靖灵王，识天下人之路，又岂会以一己之私不辨善恶呢？那陆远，视百姓如蝼蚁。若有人能替天行道，本王当然要保。只是我没想到，你居然是沈将军的女儿。难道你行刺是因为……与沈家无关。我流落民间多年，与陆远另有仇怨。我也是近日才发现，自己竟然是沈府之女。那日行刺之事，我希望……沈小姐放心，所谓君子不论人长短，那晚的事，我定不会说出去的。多谢殿下，我还要向将军献曲，先告辞了。且慢。沈小姐除了得罪过陆远，可还得罪过其他什么人？女儿恭贺爹爹大胜而归，彰我大宋军威。乖，乖。
将军夫人，今日的曲子恐怕是弹不了了。姐姐，怎么了？真儿，放肆！你为什么要打我？娘，佳儿，今日我若真弹完了这首鹤唳九霄，我会一刀杀了你。你说什么？沈乐清，你确定你教我的真的是鹤唳九霄吗？当然了，这是爹爹最喜欢的曲子，青儿从小就会。好，那你现在给我听好了，我告诉你这首曲子是什么。这首曲子来自西域，素有鬼乐之称，传闻能乱人心智。你明明知道沈夫人素有癔症，若听闻此曲之后，定会彻底陷入梦魇。你为何要这么做？你这么做，无非有2点：第一，陷害沈夫人；第二，借陷害沈夫人加害于我。你胡说！这世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曲子。若非今日晋灵王提醒，恐怕此时此刻，我早已成为了沈府的罪人。没错，确实是本王发现了曲谱中的蹊跷。沈小姐所拿的，确实是西域流传的鬼乐。爹爹，分明是姐姐私换曲谱，陷害青儿。青儿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姐姐，你回来这么久，妹妹可做过任何亏欠你的事情？娘说把嘉宁阁让给你，我二话不说，就搬去了玉秀阁。你今日要献曲，我就把爹爹给我的金纱锦绣送给了姐姐。青儿到底哪里做错了？我哪里得罪了姐姐？姐姐又这么陷害我？灵犀，把我送给姐姐的曲谱拿过来。是。不，郑叔，你去取，这样以示公正。是。殿下，如何？曲谱可有问题？这份曲谱确实是鹤唳九霄。爹，女儿冤枉，姐姐多次独自出府，行踪诡异，上一次还害得娘亲犯了梦魇，大哥和三弟都是见证。今日却又莫名其妙的说我要谋害娘亲。曲谱在此，我何时教过你什么鬼乐？大哥，你不是也怀疑他有问题吗？你那夜彻夜未归，我确实有所疑心。那夜你手穿上的血迹，又是怎么回事？那夜，沈小姐与本王在一起。沈小姐那夜，为了救几个被欺凌的孩子，所以才受的伤。此事本王亲眼所见，可以为沈小姐作证。就算那一晚，我们误会了你，但今日，你又为何拿曲谱加害于我？灵犀，方才我进入大堂之后，你去了哪儿？偷换曲谱了是不是？我没有，没有。自从殿下告诉我曲谱有问题之后，我便在那曲谱之上放了一种特制的香蜜。但凡有人用手碰过它，他的手上
便会留下香蜜的气味，一般人呢是闻不出来的。但是，却是这只毒蝎的至爱。别怕，你若没有头环，这只毒蝎定不会咬你。但你若助纣为虐，它也是会告诉所有人的。小姐，小姐，救命啊！小姐，小姐，老爷夫人饶命啊！真的不是我，是二小姐让我做的。灵犀，是二小姐让我家大小姐抚琴之时偷换曲谱的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爹，我没有，是这丫头，一定是被吓坏了才会口不择言的。娘，青儿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是恨娘亲，还是恨佳儿？她可是你的亲姐姐，娘真的是没有想到你会做这样的事情。娘，是您将我抚养长大，我一直拿您当亲娘一样，一言一行，我从未有过半分逾越。我又怎会加害您呢？曲谱之事，青儿真的一无所知。起来吧。佳儿，也许今天的事情是个误会。你看，你爹回来了，我们一家人就开开心心的，这一切都让它过去。这18年来，我飘零于世，孤苦无依。每一年，最害怕的便是团圆节。别人的家人来信了，我会很羡慕。就连师兄，每每去坟头给爹娘拜祭，我也会很羡慕。因为毕竟，他们都知道自己的爹娘是谁。我也曾好奇地想过，我的爹娘究竟长得是什么样子，我又会有着怎样的家人？可是盼着盼着，希望落空了，心也凉了。既然这个家不欢迎我，离哥离开便是。佳儿，佳儿，佳儿，佳儿！哎，娘，怎么了？萧夫人，娘，快请梁公。娘，子兰，病情如何？夫人气郁节制，此乃旧疾，本已见好，今日又受刺激，邪热鼓动，淤血逆行，以致意识混沌，更有咳血之症，情况不太好。怎么会这样？癔症最忌刺激，夫人恐怕再也无法醒来。什么叫再也无法醒过来？梁公，偏病偏方治，难道真的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？恕我无能为力。在下不是江湖郎中，小姐说的偏方，在下确实不知。告辞了。进。大哥，请慢走。大哥，娘亲怎么样了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有想伤。你太过分了。哥，
娘，女儿不孝，女儿愿跪佛堂，为娘抄经祈福。爹，娟儿入府前的身份，你查清楚了？已经派人查证过，并无虚言。被拐走后，确实被一名武士所救，取名离歌，习武走镖。12岁之后，独自生活，四海为家。真苦了他了。爹，佳儿擅自出府的事，儿子总是放心不下。又比如昨日之事，他当众揭穿青儿，不留半分余地，会不会？本该教养长大的女儿，这些年一定吃了很多苦。她的性格虽然凌厉不饶人，其实却是外冷内柔。你看，是儿子多心了。木兰玉川绝无仿造的可能，她就是你妹妹。家人之间一定要信任。儿子明白。爹，今日就要觐见彭城王，次次得胜回朝，我心里总有些不踏实，总觉得将有什么大事。照顾好你娘亲，也别委屈了那丫头，我们亏欠她太多了。儿子谨记。